马来西亚呢，现在呢，目前为止呢，就是没有一个真正保护到 AI 使用权的一些法律。很多现在的企业或者公司呢，当他收取这个个人资料的时候呢，他都可能没有写到一个专栏，是说我可能会用你的资料，把它放在这个 AI 平台做出这个分析啊。你是聘请这间公司呢，可能它是 interior design， 把它的一些文案啊，所有的这些讯息啊，都可能是个人的资料啊，包括可能他放一个是你的屋子，可是拍那个屋子的时候就显示一些个人的资料，就是他 privacy 的住处之类的。对，他的 privacy 这样子的话，别人可以 identify 这个屋子的话，可能就是这些人。后去牵涉 privacy notice 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同意你去用，可是他们可能没有同意到呢，你可以把我的个人资料 share 给其他的 platform， 包括这些 AI 的 platform。所以很多时候呢，用户呢都忽略了这个本质。AI 要负责任，不管我是他生成我用，是他生成了，我在马来西亚可以使用的话，就证明它是符合马来西亚的法律。还是很多都是使用者需要去承担的。为什么没有人 take action？ 就是说别人要 take action 的话，聘请律师的费用也不便宜。是哦，对吧？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山。那今天我们同样是要来谈 AI， 不过这一次我们要来谈谈使用 AI 需要注意的司法风险。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一家企业说他们还没用上 AI， 那可能就已经落伍了。但如果一家企业说他们还没考虑到使用 AI 带来的法律风险的话呢，那可能正走在悬崖的边缘啊。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请出律师 Andrew 云天祥来为我们谈谈在拥抱科技的同时要如何守住法律的底线。 Andrew 你好。您好。好 Andrew， 首先我们要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谈谈，其实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 AI， 很多 AI， 如果我们也知道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是落实了一些监管 AI 的框架和法律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在马来西亚这一方面有什么一些 guidelines 或是法律是已经是对于监管 AI 这一方面是已经是生效的，是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呢？马来西亚呢，现在呢，目前为止呢，就是没有一个真正保护到 AI 使用权的一些法律。当然呢，马来西亚的政府呢，真的非常的积极的准备这关系到 AI 的法律。所以呢，我们值得一提的话呢，在马来西亚科学技术和创新部 MOSTI 呢，于2024年9月推出了国家 AI 治理与伦理的指南，就是 AIGE 呢，它是一套自愿性的框架，并且呢，它会确保 AI 技术的开发的一些合理的原则，保障到公众的利益、安全和公平性为主。那么 AIGE 呢，它就列出了7大的核心原则。第一个呢，就说到了公平性、可靠性、安全、适应与保障。然后第4呢，包容性、透明度、问责制，就是 accountability， 以人为本，促进人类福祉，就是要 for the benefit of advancement of human benefit。所以呢，根据政府的最新的这个公布呢，可是我们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框架呢。可是最近的一些报道呢，显示政府呢已经在筹备当中，就关系到这个 AI 法令的。最早呢，可能是在6月份，今年呢就可以提呈给就是国会来去探讨。当然，虽然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 AI 法令，可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法令呢，我们也是需要去跟从的。包括有什么呢？就是2010年的个人资产保护法令，就是 PDPA 我们所熟悉的，2024年网络安全法 Cybersecurity Act 2024，1987年版权法令，很多人都会忽略到的，就是 Copyright Act。你用 AI 来去形成一些文章的话，这些也是受观察当中。当然，我们在 post 一些 content 在网上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呢我们这个多媒体的法令，还有这个电脑犯罪法令呢，都是需要去跟从里面的思想的。好 Andrew， 我想仔细的去问一下，在 PDPA 这一方面，个人资料保护法这一方面，有什么是AI 这一方面是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呢？使用 AI 的在 PDPA 这一方面，如果是说到 AI 和 PDPA 的那个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的看法呢，或者法律的问题呢，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呢有2个。第一个呢，当你使用 AI 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得到所谓的这个 data user 或者是 data subject 呢，他的同意？那个人去分享给你他的个人资料的时候呢，他有没有同意可以利用他的这个个人资料呢，输入在这些 AI 平台当中？那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会产生的法律的一些
就是 issue 呢？它就是说到，当你去把这个个人资料去分享在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的保密性security 在这方面呢，有没有做得很充足？你是讲保密性是在我公司这一方，还是在 AI 这一方呢？两方面都有。OK，因为你会把一些机密的东西、个人的资料都储存在你的公司，然后你再把它可能就是提升到云端当中，然后让到这个 AI 的系统去处理嘛。所以在这方面呢，两方面呢都是要注重一些我们叫做 cybersecurity 网络的一些保障啊，或者其他的保障，这个就是属于 PDPI 的管辖当中。好，那我想深入去问一下，因为其实现在相信很多人他们都开始使用 AI 去办公了，就是为了节省功夫啊。因为好像很多公司他们就会收集很多客户的这一些资料，或是他们的这个取向，他们的 preferences，就是他们比较喜欢什么，比较不喜欢什么，这些数据相信很多公司他们都会有他们客户的这一些需求的。那很多员工他们就是要做分析报告嘛，那如果我是比较想要节省时间、节省人力成本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把这所有的客户资料 data 还有他们的 preferences 全部丢给 AI， 叫 AI 去帮我做一个分析，做一个研究报告的话，这样子的情况下算是违法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在这边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嘛，很多现在的企业或者公司呢，当他收取这个个人资料的时候呢，他都可能没有写到一个专栏，是说我可能会用你的资料把它放在这个 AI 平台做出这个分析。很多的这种我们叫做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notice， 就是我在收取你的个人资料的时候呢，或者任何的这些 agreement privacy data use 或者 terms of use 这些种种的这些法律文件呢，都可能会忽略到这个项目。就是一些免责的声明啊 disclaimer 你拿到这个客户的这个资料的时候，你去让他知道 what's the purpose of use， 它的目的、它的用途会用在怎样的一个平台， OK， 对不对？所以这边呢，可能就是企业家们、公司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所以当你没有得到一个我们讲的同意的时候呢，可能你已经犯法了，我就不能把这个资料跟 AI 去共享了，对不对？对，因为那个属于是个人的资料呢，它可能很多的这些个人的资料，它所允许呢，就是让你的公司去处理我的个人资料，for 你一个 purpose， 就是 for 一个目的，公司而已的。对，可能说一个目的，比如说今天呢，你是聘请这间公司呢，可能它是 interior design，这 interior design 你把它的一些文案啊，所有的这些讯息啊，都可能是个人的资料啊，包括可能它放一个是你的屋子，可是你拍那个屋子的时候就显示一些个人的资料，就是它 privacy 的住处之类的，对它的 privacy 这样子的话，别人可以 identify 这个屋子的话，可能就是这些人，它就属于这个 personal data。那么可能那时候呢，我是交给一个 interior designer 嘛，你们可能有，就是 interior designer 可能他有自己的一个 software 去 use， 很多情况就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呢，就演变成是 AI， 对不对？就他们那时候去签设 privacy notice 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同意你去用，可是他们可能没有同意到呢，你可以把我的个人资料 share 给其他的 platform。包括这些 AI 的 platform， 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好，那 Andrew 我想问一下，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我要真的是要把这个客户的资料 share 给 AI 做一个分析之类的，我是不是应该要提前有一个好像一个 tick box 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免责声明，就讲根据什么 PDPA 的这个法令，我会就是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这一些资料，我在里面我是需要怎么样去写呢？是不是需要写我会把你的资料分享给 AI 平台？是的，我觉得现在呢，目前的趋势呢，可能有这个必要去修改你的 PDPA， 或者是好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有一个 tick box，OK，我愿意，或者我同意把我的个人资料呢，就是 share 给第三方，包括这些 AI 的平台，来去更好的效率，加强那个效率来去分析嘛。因为很多的客户可能他都不介意，可是他需要知道他会share在怎样的一个平台，因为现在太多 AI 平台，每个 AI 平台呢，它的那个保护或者保障性呢，可能都有分别。可能有一些顾客呢，他同意你 share 给比较大一点的 platform， 因为可能是说比较有大的一个保障嘛。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呢，如果我们现在深入去探讨 PDPA 这个课题或者主要的法律的话呢， PDPA 它保障个人的资料，可是如果有一点呢，你可以把他的个人讯息
拿走或者模糊掉，它就变成是一个 anonymous 的 data，就是无法的去就是辨认到底这个 data 呢可不可以 identify 到那个人，所以它就不会去涉及到 personal data 的那个课题了。那如果我写 client A、client B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而不是写他全名，他的全名，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呢，是那个资料呢，就是可以让他辨识到他是谁。比方说我们 CCTV 拍到一个背影的话，我们这样子一个 description， 他会觉得他像是Andrew 这样子的 Bill， 它也是可以形成一个 personal data。可是如果我们讲 general knowledge， 我们讲 general question 这样子问下去的话，它就不会涉及到 PDPA 的问题了。好，明白。那我回去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万一在这种情况，就是我没有写一个免责声明 ，but 我已经把那个资料交给 AI 去处理了。那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刑事就法律责任是出在谁身上呢？是我需要负责 ，as a 员工需要负责，还是公司需要负责，还是 AI 这个平台需要负责？怎么样呢？我们先讲 AI 的平台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AI 的平台呢，我们使用的时候呢，都没有去看这些免责的声明，全部都 take agree， 全部都 take agree， 或者是很小很小的部分呢，你都看不到。所以 AI 的平台呢，很多的 AI 的平台都有这些免责的声明，就是你去把这个资料给我的时候呢，你就确保这些资料呢不会犯法，就是不会涉及到好像 infringe copyright， 刚才我们所讲的任何的这些 intellectual property，甚至是 PDPA 啊 personal data privacy 的这些法律，所以 AI 呢都有很多这些免责的声明。然后说到就是员工和老板的话呢，就取自于老板或者公司呢，他怎样看待员工去使用这个 AI。就是说他有没有现有的这些 internal policy， 你要如何的去使用 AI？ 现在呢很少，都还没有吧，会有这样子的 policy， 对不对？对。但是呢，刚才您所说的分享，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 AI 来去提高一些工作的效率呢，可是呢，那个法律呢还没有追到那个步伐，对，那个速度，那个速度和步伐，所以很多公司呢都处在于我们还在用 Internet search， 对不对？他以为员工是这样子来去做一个文案或者做工作啊，可是很多的员工已经是用 AI 来去辅助他们不同的 AI 平台。对，所以在这边呢，就显示于那个公司呢有没有一些的internal 的一些规则 policy 来去管制你要如何的去使用 AI。所以有一些公司呢，它已经是我们，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很注重 PDPA protection 嘛 ，personal data， 是相信很多的 public 都会知道 PDPA 它的用处，对，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copyright，所以这两个呢，如果公司没有或者是鼓励他们去用的话，或者是他们知道可能会踩在这个法律的风险当中，还是鼓励他们去用的话，有可能除了员工需要去负责任的话，公司也是需要去负责任。所以公司有义务要跟员工去教育他们，其实有这样子的法律框架是我们是需要去遵守的。对，因为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很多情况的说，我们在法律的一个普通的观点来去看，当一个人 infringe 这个东西，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讲的 compensation fine 这种赔偿嘛，对不对？当你使用 AI 也是一样的，有一个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个用户，无论是 company 或者一个 individual，他被侵犯了他的一些权利，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讨的课题呢，就是说他的损失造成了他怎样的一个损失，他的 damages 这些东西，责任追究。所以这样子这些责任追究呢，他就不会只是追究在个人那一方面，因为员工呢，你看他可能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是以他的工作的岗位、工作身份嘛，谁是最后的那个得益者呢？公司。对，所以公司必须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好，那对于就是公司要采取什么一些防范措施啊，在使用 AI 之类的一些守则，这一些我们稍后我们再谈。不过我想要把这个焦点转移到去就是资料泄露的这个课题上面，因为我们知道近这几年来呢，其实我们有看到很多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会发生这些泄露客户资料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有些甚至是要罚款赔偿之类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在法律的角度来看，什么情况之下才算是构成了真正的泄露客户资料、泄露个人资料呢？是不是 hacker 泄露就是害进去我的系统，把这个资料散播出去，这样子的情况才算呢？不是的。
hacker 的那些就是第三方，可能他就是 hack 进去那些 system，比如说网络钓鱼啊，然后一些数据库啊被盗啊这些情况，这些也算是泄露。OK， 除此之外呢，有一种的泄露方式呢，就是最常发生的，我们都会忽略到的，就是内部的一些疏忽 ，accidental 的一些情况。这个呢，你们就是公司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比方说员工不小心发给别人，关系到客户的一些个人资料啊，或者把一些未授权，刚才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未授权的这些客户资料呢，把它发给第三方的平台，好，或者是呢把一些个人资料呢没有掩盖好，这别人可以看得到。这些，所以处理那些资料的人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是的，是的，因为这些关系到个人的资料嘛，尤其是呢 personal data 呢，我们都有分成2大类型，或者另外一个更需要高的保障的，就是 sensitive personal data，关系到个人的宗教啊，个人的这些一些 health 的 conditions 啊，这是我们叫做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的其中一个种类，所以更加需要的去进行做好保密的处理。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系统上发生一些问题。所以第一个情况就是有别人就这个 hacker 的行为嘛。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自己的疏忽你自己的不小心，我这个网络安全做不好。对，第三呢就是网络安全做不好，它的系统上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之下是公司要负的责任了，公司也有可能要负上一些责任，就是看公司如果它有一系列的这些网络安全设施啊，这些系统设施的安全性啊，它需要加强。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法律呢不只是看是说这是我个人有没有去做到这个，或者没有去做到这个。另外一个东西呢，我们知道，尤其是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的 data 都不是写在纸上了嘛，对不对？全部是在云端，在网络上，或者是网络上。那么云端呢，有一些呢，我们也是要确保这个云端的服务可靠性。你不可随随便便是说我把我的 data save 在一个云端的 provider 公司，它就要负上一个所有的责任。我们也是去看待是说这个云端它的设置在哪里，可它设置在一些国家呢，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保障的法令的。比方说它设置在我们不要去 name 任何的国家，可能就是这些国家呢，它的没有很法律还没有那么严谨的在这一方面所以这些都是要小心。所以为什么呢？其实很多的这些云端公司呢，它的这些 data 呢，他们都说在有这些法令保障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 Australia。 OK， 其实相信你有讲了很多的一些 details， 很多一些细节是很多观众是需要注意的。那我想再 recap 一下，其实在日常办公室环境里，员工或是老板在使用 AI 辅助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最需要注意哪几个法律禁区？有哪一些是大家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个行为呢？好的。那么我认为最可怕的情况呢，并不是那种很明显的犯法，比方说你用 AI 来形成那种不道德的文案啊、图案啊等等 deepfakes 啊，这样子的东西，对，那种就是很普遍嘛，大家都知道摆到明了这个是犯法的。或者是说马来西亚的话呢，有一些我们需要保持所有大家的这种和谐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用 AI 来去形成一些东西呢，是破坏这个和谐的，对不对？所以这种很表面的。可是呢，有一些呢，一些禁区呢，很多人都可能忽略到的，就是我经常会去提到，大家都会知道的，就是有没有得到客户的同意 ，OK， 来去使用这个 AI。所以大家都会忽略到呢，很多客户就是把资料让你去处理，让你去就是让你去服务他的时候呢，有没有就是真的是关注到我会把你的资料放在一个平台让他去处理或者是这个 AI 的平台。然后当然呢，除了个人的资料方面呢，就是一些客户的机密 confidential 的 information。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的关注的，因为很多的这些客户的资料啊，它就是很高机密的，所以你把它放在这个 AI 平台去分析的话呢，有可能你已经泄露了，就是泄露了这些高级机密的文件。如果客户他填I agree to all of that 是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可是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这一方面 trade secret 呢要更加的严谨跟小心。那种 health information 这一些之类的，住所这一些是不是？这些的还好。为什么呢？就比方说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可能是律师，我们现在谈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
的这个机会。OK， 客户已经告诉我们呢，他们会和谁合作，可是这些资料呢都不会出现在任何的这些平台的，对不对？那名律师呢就把这个资料他输入去 AI， 就是可能准备一些报告的话呢，这些机密的东西呢可能就会流失了。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到有些是关系到国家的机密啊，国防部的这些机密这个就是真正的机密啦，而不是敏感的一些 information，这些可能就是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好，那第二个的禁区呢，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把 AI 形成的文案当作是自己的，或者是当 AI 形成的这些东西呢变成是自己的。就是说员工在写报告的时候啊，写提案写文章的时候呢，都会以自己的名义来去提出这是我的文案。可是当这个 AI 形成的时候呢，它会利用大数据来去协助你形成你的文案，对不对？对。那很多的时候呢，你再去问 AI 的话， AI 就会问你我的 reference 在哪里，对吗？所以这些 reference 呢，就是那个创造者或者那个原始者，他的 intellectual property， 他的 copyright。所以你又形成你自己，当这是你自己文案的话，利用别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话，就可能是形成就是 infringement to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触犯了别人的这个知识产权。在什么情况之下才是不触犯的呢？因为肯定他会给我这些资料啊，对不对？所以我也会看他那一些 source 是 from 哪里的，对不对？所以我不能拿那一些资料了，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不能拿，是关注于你拿来使用在一个 commercial 的 purpose。OK， 因为你是用别人的这些知识产权，让你从中得到益处嘛。就是有时候呢，我们想其他的 purpose 的话，可能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影响。当然，它也是 infringement。OK， 可以怎么做呢？有些时候呢，你就需要做一些 acknowledgement， 就是我的 source material 是来自于哪里。就是谁之前提到过这样子的东西，对，谁提到这种东西呢？我写一个文案呢，当然我们现在有新闻啊，有 BFM 的报道啊，是访谈当中啊，对不对？ BFM 呢就是这个一个举例子，BFM 呢利用很多的这种心思来去策划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别人又想要利用这个节目的内容是形成一个文案的话呢，他一定要给 acknowledgement BFM。 那么如果涉及到如果涉及到一些我们讲 commercial value 的话呢，可能就需要跟 BFM 去谈妥我们要怎样 share 那个所谓的 royalty 啊那样之类的东西了。明白。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利用 AI 在这方面的很多人都会忽略到的。当然我们说比较实际的原因，为什么没有人 take action？ 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没有这个 AI 的法令，第二呢就是说别人要 take action 的话，聘请律师的费用也不便宜，是哦，对吧？所以聘请律师的话，可能这个文案它只是放在了 Facebook， 比如说之前也是有看到嘛，我们 Wish Everyone 接下来的节目是什么？劳动节，很多人都会公司去让一个员工，今天我们要 post 一个在 social media 祝福图案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会涉及到很多的这种很多的 artist 的 copyright， 其实之前不是我们有看到日本的著名作家，对，他们都有一些 ongoing 的法律的 issue。 其实你不要说，其实很多一些很多那种很 prominent 的 figure， 他们也是有使用 AI 这一些来做图，不过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然后被一些网民抓包点出来，是不是？是的。所以这些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了。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吗？第三个呢，很多人用 AI 的时候呢，都会觉得 AI 平台呢都有这种免责的声明的，这风险呢都会可以把它推到去 AI 那边。可是我们要知道呢 AI 它是一个大数据，它是自动化的去形成的嘛，很多的这种法律责任呢还是归咎于，还是复制于 user 本身。 OK user 本身。所以我们不可以是说这个文案是，就很多我们看到新闻的话呢，有些人写了不应该写的东西，因为他把他的 idea 就是输入在 AI 当中，让他出了一个文案，可能他就没有 counter check，然后就把那个文案呢就把它放在就是我们讲 public， 它会涉及到什么呢？有些时候是 defamation， 诽谤嘛，对不对？诽谤的话呢，不可以是说这个呢其实我没有那个intention 的，我就把这个东西呢就交给 AI， 然后 AI 帮我形成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这个 intention 的。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侵犯了别人的这个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们是没有那个 intention 的，是 AI 的。所以很多时候呢，用户呢都忽略了这个本质，他们都会觉得是
AI 要负责任，不关我事，它生成我用吧。是它生成了，它就必须要符合马来西亚的法律。比方说，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它形成一个不该形成的图片，它是牵涉到一些很 sensitive 的 issues 的，它不可以是说我在马来西亚可以使用的话，就证明它是符合马来西亚的法律啊？没有，还是很多都是使用者需要去承担的。还有一个呢，很多人有些人呢会利用 AI 来去帮他做决定，OK， 所以在这边呢有另外一个禁区呢，就是我们叫做演算法的偏见 algorithm 的 bias。就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你要拣选一个男员工还有一个女员工去升职到这个职位，你就把他们的数据啊，他们的一些背景资料啊，他们的 achievement 啊都放在 AI 帮你做这个分析。然后呢 AI 的那个decision 呢，就是可能是男性的员工他有这个优势，然后你就去相信这个 AI。 那当你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algorithm bias， 就是它的大数据呢可能就是计算到男生会比较优越一点的，因为他处理那么多这个数据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他的数据是来自于哪里。可是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会好像是有一个偏见 discrimination。但如果你在Employment Act 当中，就是劳工法令当中呢，你的一些决定，公司的决定呢，不可以存在这 discrimination 的，discriminatory 的。所以在这边呢，你就让到那个 AI 觉得AI 在做这个分析，它就是最准确的，对不对？可是你忽略到呢，有些东西你要真正的做决定的时候呢，你要以人性化的去思考的那个方向，你自己的经历，你看过他做些什么，对，还是要符合这些的法律。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明白。哇，其实很多这些问题是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的，就好像这个discrimination 的这个问题。不过 at the first point 就是要不要 promote 那个人，给那个人做那个 task， 相信自己本身也应该是了解更多了对于那个人，而不是要让 AI 来做决定。不过很多时候就是 AI 生成的东西最多是给你一个参考，到最后你要不要受用，要不要接纳，或者是要不要去 execute 那个 AI 给你的 information， 还是你自己来决定嘛，对不对？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谈到一个云端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中小企业他们开始要 adopt AI 了，他们会购买一些 AI 的软件啊，或者是购买一些云端服务啊 workspace cloud 这种东西呢，其实合同当中它很多这些很复杂的免责声明，像你说的那个字体很小，所以我想请问一下SME 的老板在签署合同的时候，他必须要紧盯哪一些危险的条款呢？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小型企业的通常都没有一个专业的法务的团队来去帮他们去审核这些合同。对，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或者需要关注的条款呢，就是在订阅的范围的条件当中。所以说你 subscribe 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们每一个 AI 的平台或者是云端的平台呢，他们都有一些的限制。如果你超过一些你用超过一些 memory， 它的 processing 或者它数据呢已经不够位置啦，你多少个 user 呢，再去选择的时候，再去订阅的时候，就去购买这些subscription 的时候呢，都要注意的。很多时候呢，他就给你一些 benefits， 或者我的这个系统呢可以帮你做什么，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细节上的东西呢，就是它可不可以迎合我公司的需求。如果不可以的话呢，很多时候呢，我已经 subscribe 了一个 basic 的 package， 对，可是我一直要 up 去 premium， 比方说他又改一些terms， 就是说我超过10个 user 的话，我要增加多少，所以很多的这个平台的入坑呢，就是因为他们试用了觉得好用，可是他们没有深入去了解我升级了过后呢，它可不可以给到我真正的这个需求，然后这些都是在很重要的 terms and condition 当中。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关系到知识产权，因为很多时候帮我们把这些资料呢传去给 AI 的平台，让它去做分析，让它去做出一个东西出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呢，就是你用 AI 生成的这些报告、图像、文案等等代码，它的这个版权属于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平台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注明是说你所给的这些资料都是属于你的。当你用 AI 平台去形成的这个东西呢，
都可以是属于你的。可是有些 AI 平台就不一样哦，这些就是要懂得去分析它的细节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它的 intellectual property，这些 ownership of 这些 information 呢属于谁。 OK， 好，然后第三呢，就是关系到当然是隐私，还有删除的权利，还有一些安全核关的责任。很多的平台呢，我们都可能会了解到，它是一间美国公司，它是一间欧洲的公司，都可能比较有名望和名声嘛，对不对？对。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忽略到呢，它真正的数据库它储存在哪里？好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是一些没有这种法律保护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要去了解到，尤其是如果你的公司呢数据是很多的，你呈上去的这些资料是非常的庞大的，或者是说你时常使用这个 AI 来去帮你分析一些资料，所以在这边呢，它的安全性质必须要有，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资料放在云端，可是它的 server 有问题，我们就可能 recover 不了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比较popular 的云端公司呢，他们其实有一个 backup server，所以你如果是有什么资料，他们在一个主要的储蓄库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它有一个 backup server， 它还能帮我 recover。 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中小型企业如果真的是要 subscribe 这些云端的话，也是要看重这个安全的保密性。它的 plan B 是什么？对，还有它的那个 security principle， 它有几多 tier 的 security 来去保障到你的一些私密的文件。OK， 明白。还有第四呢，就是在终止的条款当中，就是 termination。 OK， 很多 termination 的一种情况呢，他们就要你很快的去把那个资料 download 回来，他没有让你有那个充足的时间来去做，或者呢有些甚至呢他们 termination 的话，你的资料就完全没有了。对，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谨慎看它的这个条款是如何的去制定。有些人说你用着我的这个 subscription determination 的话，可能要附加一笔的费用，让我来帮你处理这个 transfer 这个 data。 所以这些呢，如果它的条款上没有明文规定的话，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要联络他的 live support 或者一些 support 去问。然后最好的话呢，当然法律我们的了解就要把一些东西 record 下来嘛。written form print screen 这东西呢，你看这个公司呢，他答应了我什么？他没有写在他的 T&C， 可是你看他答应了我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形成是一个合同的关系。好，明白。然后最后一个呢，很多人都会忽略掉的，就是这个 AI 它的平台，它的 governing law 是在哪里？governing law 的就是它管辖这个 AI 的这些 documents 这些 information 它 register 在哪里？ OK， 因为你看，如果刚才我们分析了很多的国家都可能没有那个 AI law 嘛，这样如果你是那个使用平台的话，你比较想是在一个管辖很多的这个 AI 公司AI 的这个国家来去放你的数据库，把你的全部的这个我们讲 registration 的 business 都放在那边，还是一个管辖没有那么严厉的国家呢？ Depends on 你做的东西。对，but 如果是一个正当生意的话，他们 always prefer 就是 governing 很 strong 的一个地方，很 strong 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呢，很多人都忽略到的，因为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如果你看我们的普遍上的 user， 我们真的是可以去对抗这个 AI 的公司吗？这叫 pause 一下，对不对？对。可是如果那个国家呢，它有一个很完善的保护用户的一个 AI law 的话，可能我们就对这个 AI 平台更加有信心嘛。所以这些都是要细节上的东西，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另外一个东西呢，当然是如果那个国家是偏离我们很远的话呢，当你要去聘请那个国家的律师来去对抗这些也是可能要考虑的事项。我听到我都很吃力了Andrew。好，Andrew，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啦，好吗？好，其实刚刚你也是有提到，其实在使用 AI， 一些公司是需要做出一些好像 guideline 或者是一些courses 给他们的员工，要跟他们员工说，其实我们要 follow 这一些法律这一些框架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了降低法律风险，公司在应用 AI 的时候有哪一些标准保障措施是每一家企业要立刻去落实的？什么 SOP？ 好，如果你的企业呢已经开始频繁的应用 AI 的话呢，第一个企业要去落实的呢就是 AI use policy， 要如何的去使用 AI。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那个 guideline，OK，如何的去以正规的方式呢来去使用这个 AI，所以不要让他们偏离这个轨道。然后这个 AI policy 呢，也是要在知识产权呢，还有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这个 PDPA 方面呢，个人资料的这些方案当中呢，去建立的要做出一个保障。是，然后呢，另外一个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还是建立人当中的一个管制，就是利用人类呢来去审查整个过程。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人说要请一个好像 tech officer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去管辖，是不是？是这个？它可以是一个 tech officer， 或者是说公司呢，就是很拼命的去用这个 AI 嘛，所以他需要去管制，是说这些人到底他在做出最终报告的时候，他会不会涉及一些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去 gatekeeper， 或者是说 decision making 的话，还是那个人在做决定。我们不可以把这是 AI 的决定 ，AI 的决定，还是什么？你还是需要一个人在整个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比如说 technology 的 IT officer、IT security member， 非常的适合。可是如果是一些 finance manager 呢，就要属于这个管制。还有呢，其他的呢，就包括呢，可能我们就需要你使用 AI 的一些记录啊，就是有一个 audit trail， 你是如何的去使用 AI， 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有没有一些记录？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因为 AI 的话，现在很多 AI 都是利用整个网络的大数据嘛。对，所以在网络大数据当中呢，他们很多时候呢都有这个 reference， 他们是refer 哪一个文案，是他们有 sources 列明出来了，列明出来。OK， 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你的企业呢是利用 AI 很频繁的去形成你的最终的作品的话呢，你要知道你的 primary source 是哪里，它的可靠性在于哪里。OK，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 training 培训，要如何的去使用 AI。好，非常感谢 Andrew 你在这一期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非常宝贵的法律建议。如果要找你的话，不懂要给多少钱了这些。好，谢谢你 Andrew， 谢谢你们的邀请。好，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又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再见。开门见商是由 U-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